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刘。上一集我们去了巴黎圣母院、圣心堂，吃蓝色列车，也去 shopping。那这集我们要去郊区的圣米歇尔山，还有凡尔赛宫，当然也不能错过巴黎迪士尼。赶快继续跟我一起看看法国巴黎有什么好玩的吧 ，Let's go！ 大家早安，今天是来法国巴黎的第5天。那今天要去我最期待的行程。圣米歇尔山，我们今天选择包车1日游。圣米歇尔山的路途遥远，来回大概要7个小时左右。这样子呢，我们不止比较轻松，而且也不用在那边复杂的转车，然后还怕接不上。今天呢，我们是选择小团的，不用大型游览车，有小团的机动性。那现在我们开了2个小时的车到休息站。要上厕所，这休息站蛮不错的，除了有厕所以外，还有一些三明治啊、跟熟食等等的，你可以买。所以如果有要去圣米歇尔山的人，报这个1日小团就可以在这边采购。那因为昨天我们不知道司机会放这个地方，我们就直接在楼下的超市已经买好了。现在我们已经抵达圣米歇尔山了，那我们停好车，现在要来排队搭接驳车过去，大概15到20分钟。但如果要走路过去的话，它上面写要走35分钟。我们的接驳车总共会停2站，然后我们就是要到最后一站，这个 Mount Saint Michel。我们早上7点20分出发，然后大概11点20、30分的时候抵达圣米歇尔山的停车场。现在11点50分，我们接驳车刚到，圣米歇尔山就在我的后面，超壮观的，好美哦！这座圣米歇尔山就像海上碉堡一样，矗立在海之中，有没有很像现实版的天空之城啊？它这边周围是被海洋围绕的，好美啊！现在我们已经走到山脚下的城门了，这个城门好有中世纪的感觉哦。那从城门进来，这里就是他们的主街道。现在我们要走主街道上山了，这里满满都是人。我们这个1日团是小团的，所以我们很早就抵达了，11点多，比那种大团的游览车团客还要早。不过这里就已经挤满人潮，所以呢，等下山的时候应该会是寸步难行，因为它的街道其实没有到很宽哦。大家看看，就这样小小的一条，有一点像是9份老街的感觉，在那个山上。哇，好壮观啊！还有3个要排队的团体入口，现场买票的。然后我们导游已经给我们条码，所以我们是走中间这一道，爬上去就到了。我们从山脚下走上来到山顶的这一间修道院，大概走15分钟而已，还蛮快的。而且看过去后面，哇，可以看到海耶！我们要进入修道院了。进入修道院前，一样要先经过安检。我们现在刚验完票，要走上去，然后2侧都还有一些很漂亮的画。大家看这幅画，超美的，树当前景，然后后面就是圣米歇尔山。要跟这幅美丽的画拍照。现在到山顶的修道院了。这边有一个平台，看过去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停车场，还有我们刚走过来的那一条路。我们走进教堂之后，这后方还有一个更大的平台，哇，这里好漂亮，视野超好，可以看到整个圣米歇尔山周围的风景。那边就是田园风光，然后这边可以看到漂亮的哥德式教堂。城墙外随便拍也是随便美的。这边有一只海鸥老大，它在瞪我，它应该是在等好吃的食物吧。传说在西元708年，诺曼底主教奥贝尔连续3次梦见大天使圣米歇尔，命令他在这座岩山上建造一座教堂。他一开始不相信，直到第3次，大天使直接在他头骨上戳了一个洞。主教吓醒后，才终于相信，并开始建造。圣米歇尔山花了8个世纪才完工。它不只是朝圣地，
英法百年战争时，它是英军攻不破的海上堡垒。法国大革命后，甚至一度变成了关押犯人的国家监狱。直到19世纪，修道院才被还原，并于1979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我真的好喜欢圣米歇尔山这个地方，每个观光区都会有的纪念品店，这边有圣米歇尔的纪念品，哇，1500片的拼图，明信片还真美。还有长形的书签耶，这个就是在海上的样子，真的很像一个天空之城。好多漂亮的明信片。圣米歇尔大天使本尊长这样，帅哦！它就是在这个尖塔的顶端，这个小小的放大。我们出来啦！它整座圣米歇尔山非常漂亮，而且很壮观。而且我发现它的这些城墙都是花岗岩跟石头。这个城墙，哇，都是以前的人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运过来的，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搬运到山上，然后把它盖成现在这么壮观的圣米歇尔山。超佩服以前的人。现在我们逛完出来，再接到这边的纪念品店，看看有什么好东西。圣米歇尔山的铁盒，哇，好精致哦！里面是饼干。这边有圣山的时钟，还有小毛巾，也有圣米歇尔山的帆布袋，还有很多小模型。现在下午3点10分。导游跟我们约定好的集合时间3点45分，还有35分钟，我们已经全部逛完，而且回到游客中心的集合地点了。在游客中心这里可以看到圣米歇尔山各个角度360度的样子。要是我们蓝天白云来，天气好就是这么美，而且晚上烟火版本的也看得到耶，超漂亮的。我觉得这整天的圣米歇尔山一日游真的是我们选对了。第一，我们选择包车一日团，我们就不用自己在那边转车，然后还担心没有接上的问题。第二，我们不是选择大团的那种坐游览车的，我们是选择小团，坐那种9人坐小车，这样子我们的移动速度跟集合速度都会比那种大型游览车更快，所以我们在过来的路上就会不用那么塞车。到了圣米歇尔山之后，我们也可以赶在第一批进去，那就不会跟那一些大团挤在一起。所以整体我觉得算是很成功的一次一日游。一日团连结我一样会放在底下资讯栏分享给大家。一日游结束后，司机还给了我们1人1盒圣米歇尔山的饼干当伴手礼，很舒服的搭车，不用赶，真的好棒。回到巴黎夏乐宫集合点，刚好还能看到夜晚的埃菲尔铁塔点灯，结束美好的一天。嗨，大家早安！现在是我们来法国的第6天，现在早上9点，已经来到下一个法国景点，就是凡尔赛宫。凡尔赛宫是欧洲最奢华的皇宫。上次我去奥地利的时候，那个熊布朗宫遇到它也只能排第2大，真的是超壮观的。才刚走进来这一个广场，无敌大，而且我已经看到满满的排队人潮了。今天其实有点倒霉，因为我出门的时候看天气预报没有太阳，所以我把我的阳伞抽出来，结果刚刚下大雨，然后我就躲在一个地方等雨停。好险，现在没雨了，蓝天白云有点出现了。好，现在我来这边排队等待入场。它的门票有非常多种，那我在 Klook 上面买，它是分成只有纯宫殿，还有宫殿加花园的。那我看 KKday 还有一些特殊的票种。我们行程紧凑，怕接下来时间不够，所以我就只买纯宫殿参观的而已。现在进来一样，先排安检啊。它这里有一个 App 可以下载。那下载这个 App 的话是免费的，它除了有地图以外，还有一些中文导览。那如果你是喜欢租导览机的话，导览机过完安检之后，旁边这里也可以租。哇，我进来啦！阳光这样照过来，金光闪闪的，真漂亮。凡尔赛宫原本只是一座郊外狩猎行宫，17世纪法王路易14将它扩建成欧洲最奢华的宫殿，象征太阳王至高无上的王权。那我们一进来凡尔赛宫，就会先到这个皇家礼拜堂。
那这边就是以前法国皇室他们祈祷啊、礼拜还有结婚的地方。那它分成上下2层，上层都是给皇室专用，那下层就是给官员啊，还有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用。路易14要求贵族住在凡尔赛宫，每天都必须参与繁复的宫廷仪式。虽然看似极度荣耀，但实际上却是将权力牢牢掌握在国王手中。凡尔赛宫其实就是一座用礼仪与奢华打造的政治监牢。凡尔赛宫最著名也是最华丽的地方，绝对就是镜厅了。镜厅长达73公尺，然后这一面有357面镜子，而另一边则是满满的落地窗，看出去就是凡尔赛花园，超漂亮。镜厅不只展现巴洛克艺术的华美，而且西元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也是在镜厅签署的，所以这里也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地点哦。凡尔赛宫真的超壮观，不止镜厅真的，一进来金光闪闪的，而且我发现它所有的柱子都是漂亮的大理石，难怪当初会造价不菲，盖了好几十年。1789年，法国大革命爆发，王权走向终结。今天的凡尔赛宫不再属于国王，每天数万人走进这里，不是为了膜拜权力，而是见证法国王权的辉煌与脆弱。因为再强大的权力，终究也只是历史的一部分。我逛完凡尔赛宫啦，大概逛了2个小时，出来这边就可以看到凡尔赛宫另一大看点——凡尔赛花园。它是标准的法式庭园，讲究对称还有几何线条，它非常的广大，在全盛时期甚至有高达2000多座的喷泉哦。那园区有100多公顷，那有时间的人也可以买包含凡尔赛花园的门票，慢慢逛花园哦。要怎么前往凡尔赛宫呢？搭巴黎 RER-C 线火车坐到终点站，出站后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凡尔赛宫喽。第7天，我们要搭 RER 前往巴黎迪士尼乐园。早上睡到自然醒，再到亚洲餐厅吃饭。吃饱后，附近面包店买我们要在迪士尼吃的晚餐。现在我们抵达巴黎迪士尼了，我们现在是下午2点。好，我们通过安检了。那这个迪士尼乐园一样分2个园区，第一个是 Walt Disney Studio， 那这一个园区是比较多刺激的游乐设施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有城堡所在地的 Disneyland Park。那上次我们去美国加州迪士尼的时候，也是玩冒险乐园，就是像这个比较刺激的一样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呢，就来玩这个有迪士尼城堡的园区 Disneyland Park。晚上的时候也有烟火，而且今年呢是改成有无人机的表演哦，蛮期待的。我们一进来，大概从地铁站走出来10分钟就顺利入园了，不用搭接驳车，也不用透过漫长的安检跟排队，直接扫条码进来，然后也不用线上事先预约。我觉得这一切通关的速度都非常方便，入园体验极佳的一个迪士尼乐园。还有非常漂亮的粉红色睡美人城堡哦，非常大一个。还真漂亮，可以走进去哎！哇，它城堡里面还有彩绘玻璃窗哎！现在要玩这个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，它是在巴黎迪士尼才有的哦。找到在抽水烟的虫虫，树丛比人高一点，所以有一种探险的感觉。我们找到隐形猫了。最后找到的是坏皇后的城堡。哦，原来上面是这样啊！现在来玩这个加勒比海盗，人还真多啊！我们现在是坐着一艘船。前几个设施都有一点太温和了，已经玩到有点想睡了。现在我们要来玩这个印第安纳琼斯，它是室外的云霄飞车，刚好现在只要等10分钟。我手机拿得住吗？算了。
玩完印第安纳琼斯了。今天目前玩到最满意的一个游乐设施，有一定的刺激度，但又不会到说超可怕。然后我刚刚手机有拿起来录，但我看后面那个刺激度跟速度整个升上来，我就把手机收起来。到处都有人买料理鼠王，然后挂在肩上，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顶头上呢。然后下一个要玩的设施是巨雷山，这也是一个云霄飞车，那要等的时间比较长，要50分钟。哇，好高哦！玩完巨雷山了，我觉得比印第安纳琼斯还要再温和一点，但是它的游玩时间更长哦。然后中间还有进入到一点点黑暗的部分，是一个蛮不错的云霄飞车，老少咸宜，很好玩。不过小缺点就是因为没有像印第安纳琼斯那么可怕，所以我们排了50分钟，印第安纳琼斯10分钟就可以进去了。看到我了，我拿着手机，而且你被这个人的手挡住了，好好笑哦。现在我们来到星际大战的园区，要玩这个 Star Tours， 只要等5分钟而已，应该是星际大战的4D 电影，刚好圆了我们去美国加州迪士尼时候没有玩到星际大战的遗憾。熟悉的星际大战音乐，进来就是太空舱了。一个星际航站，还可以看到星际都市呢。我们进来到一个小太空舱，我觉得这个游戏很赞。刚刚我们就模拟那个陆客天行者开着太空船，在星际之间光速飞行，还有参与那个星际大战，好玩。排5分钟而已，非常值得。哇塞，居然有卖光剑，小时候的梦想啊！哎，这边这是。可以自己组装吗？哇，太炫了吧，好酷哦！哇，这个弟弟厉害了。玩完星际大战出来，城堡居然开始放烟火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白天的烟火秀。原来是因为现在是迪士尼音乐节期间，所以不止现场有好听的音乐，还有各种迪士尼人物在跳舞，更多的是随着音乐起舞的人群。我真的好喜欢这样的气氛。刚玩完这个 Hyperspace Mountain， 今天最好玩的设施，不止搭配星际大战的音乐，而且还有那个电影，让你感觉像在搭飞船一样。而且重点是里面的那个太空山速度超快的，我超喜欢。这个是今天做到最刺激的一个，它直接喷射上去，就很像在搭那个太空船的时候进入那个时空旅行。不过这个中间呢是稍微有一点点会翻转的，如果对360度或者是高速有一点障碍的人，可能会觉得蛮可怕的。天色逐渐暗下来，大家也开始卡位晚点的烟火秀。等了2小时，终于来到今天的压轴烟火秀。这不只是一般的烟火表演，而是结合了城堡投影、雷射、水舞、无人机、音乐与烟火的精彩大秀。20分钟毫无冷场，就像一部电影，慢慢铺陈，慢慢堆积情感，而且投影会精准的贴合城堡的每一个立体结构，让角色仿佛真的在城堡上奔跑与旋转。不管是狮子王的生命循环、美女与野兽的浪漫舞会、热血的巴斯光年，还有我小时候最爱看的星际宝贝史迪奇，都让我们想起美好的童年时光。当最后一段音乐响起，烟火一次在城堡后方全面绽放，那一刻真的好感动，不枉费我们等了这么久。巴黎迪士尼烟火真的是我看过最棒的烟火表演了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园区比美国的小了蛮多的。不过我们下午来有一些设施，其实到傍晚啊7点多过后就不太需要排队了。所以整体排队的体验呢，是会比
东京啊、香港等等人多的迪士尼还要再更好一些。第8天睡醒就要前往机场啦。我们这次的行李应该算少吧，一大一小，然后一袋衣服，我的随身包，然后这个是我们买的包包。因为盒子太大了，所以我们还把另一颗的丢在这里。我们抵达机场了，我们要先去办退税。这里的退税柜台。好，现在我们到机台了，我们先把我们的退税文件拿出来，然后呢，他就会告诉你你需要这些东西，然后让他扫条码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4个都已经用好，我们就可以点击确认。有4个单子，然后可以选择要退现金还是退其他。完毕。好了，办完了，超快的吧？3分钟而已。那以上就是这一次法国10天7夜的攻略影片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一样把所有会用到的优惠购票的链接放在底下资讯栏，分享给大家。那我们下一期影片见喽，拜拜。